找到老臭虫和黄无常的下落了。唉，3日之期一到，如果还是抓不住这2人，你我必死无疑。父亲，当时那种情形，如果不向陛下许下3日之期，你我恐怕已经在大牢里了。我敢许诺，并不是头脑冲动，有人或许能帮我们。什么意思？父亲莫急，很快就会有消息的。竟然还活着！凡是经历过金针改脉的人，无一例外都撑不完全过程。你确实是条汉子呀，竟然撑到了最后，改脉完成，性命尚存。这说明你血汗被我给控制住了。怎么样，老东西？怎么样，老东西？你输了！你输了！我就知道，我一定会赢你！哎呀，我一定会赢你！太好了，我等这一天等了半辈子，等了半辈子了！你不要这么看着我，你应该谢谢我，是我给他解了毒。哎，不对。我忘了，你确实应该恨我，因为一旦我把他毒给解了，我就会立刻杀了他，让他下去，给我那个师兄看看。你个老东西，我终于赢了你了，我终于成功了！你不错嘛，看来你们是真心相爱呀。那我就成全你们，先杀了他，再给你一刀。还有鼻血，这么快？金针改脉，我有几句话要单独跟老臭虫说，你们先带师兄回去。可你一个人，放心，他不是我对手。太疯狂了，居然用金针改脉来解毒。现在脉一改，毒已经被封住了。真不知道大哥是怎么挺过来的。你的意思是，大哥没事了？
没事就好，你应该高兴才对。只要醒过来就万事大吉。我就怕。你怕什么？怕肖大哥醒不过来。醒不过来？你不是说他毒解了吗？据我所知，没有人能从金针改脉中挺过来。那你赶紧想想办法，救救大哥啊！没办法，只能靠他自己。他怎么靠他自己？他现在都起不来，他怎么靠他自己？你拿着你这些瓶瓶罐罐，我们想想办法，救救大哥行不行？我们试一下好不好？能救的我早就救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他。那么难的金针改脉，肖大哥都挺过来了，就说明他吉人自有天相。他还有血脉，还有那么多需要做的事，他一定会醒过来的。不行，我要去找钟捕快，他眼下还跟老臭虫在一块儿。老臭虫又会耍诈又会使毒的，安正营的人肯定保护不了他。我要去找神不营的人。等等，你腿脚慢，你们守着大哥，我去。首座，进来。首座，公子，神不营有异动，方天正带着神不营数人往西郊去了。你现在在我手里，我也问你3个问题。如果你如实回答，回到神捕营之后，我可以让你少受一些折磨。第一个问题，黄无常现在在哪？第二问，叶煞让你炼制那些神药有什么阴谋？第三问，叶煞到底是谁？你过来，我告诉你。来。在此，赶紧把夜叉庙给我围了！方爷，带人往这儿，同说带人往这儿，快手座！想吃独食，吃相未免太难看了吧？诸葛首座，抢功的时候很积极嘛！神不营，抓人！范真营，给我上！是。快点，跟上！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人不是我杀的。你这是在自说自话。现在现场只有你和老臭臭，怎么着？老臭虫自己把自己烧死了。首座，抓获老臭虫时我也在场，是钟捕快让我回神不营求援的。而且当时老臭虫已经完全被控制住了，钟捕快没有必要对他下死手啊。被控制住，不带回神不营。现在没有证据，怎么弄？这事怎么办？叔，钟雪曼她确实粗暴又蛮横，但她应该不会杀人，是吧，风？啊，是啊。首座，我相信小师妹是不会杀人的。你们相信有什么用？没有证据，这事儿按真营能放得过去？据你所述，你先是被老臭虫迷晕，在你昏迷期间，有人杀了老臭虫，嫁祸于你。可是证据呢？我要是有证据，还轮得着你们在这儿审我？混账！钟雪曼，不要以为你爹是曾经的捕王，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告诉你，你现在是杀人嫌犯，必须如实招供。诸葛首座。诸葛首座，不是我包庇自己的部下啊，现在种种证据都显示是钟捕快杀了人，现场呢也没有线索说明还有其他的人去杀这个老臭虫。但是周雪曼杀老臭虫的动机是什么呢？而且他杀了人，他不离开现场，他在那儿待着等着你们去抓他，这不合理啊。所有的这些漏洞是不是就说明是有人为了嫁祸钟捕快做下的这个案子？嫁祸？证据呢？凡事都要讲一个证据啊。很有可能是黄无常啊！这黄无常刚从你们暗真营手里逃了出来，紧接着就出事了，这时间上吻合，对吧？黄无常恨钟捕快抓了他，想要报复，有作案动机，对吧？胡扯！若是黄无常在场，为什么不直接杀了钟捕快，而是杀了老臭虫？回去。方首座，不要再找理由了。嫌犯是神捕营的捕快，为了避嫌，此案应该交由暗真营审理。绝无可能，我们的案子怎么能让暗真营这么强取豪夺了去？此案关系夜煞案，理应交给暗真营。是不是关系到夜煞？没有证据。不要执迷不悟。如果方首座拒不交人，我就只好禀明陛下，让陛下亲自问你要人。身正不怕影子斜，既然我是嫌犯，我可以入狱，也给你们找线索的时间。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杀人。把人带下去吧。是。停手！徒双，撤回来！这里是神捕营，神捕营有规矩，轮不到你们动手，都给我撤回来！哎，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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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放下，放下！哎是。嗯。他怎么还在这儿站着呢？带走。是。方首座，就这样被带走了？
童双，钟捕快呢？老臭虫死了，钟捕快被安之营带走了。死了？那钟捕快不会出什么事儿吧？落到诸葛大混蛋小混蛋手里，恐怕凶多吉少啊！进去吧。师兄，你怎么样？傲慢，我怕你早晚会栽在你的傲慢上。人生往往一步错，步步错。我不想你走向歧途，将来后悔，你懂吗？你太骄傲，甚至是自负。你把叶煞当成了可以跟你博弈的对手，而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赢你。看似你赢他一步，可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后招？你又怎么知道他不是故意让你赢这么一步？我们是同样的人，你们才不一样。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我们这样的人，总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能够掌控别人生死的位置，但也只有犯过错，才知道底线在何处。诸葛孔明本性不坏，只是他在乎的东西与别人不同。他在乎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但黄无常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等回到京城，治好你的病，我再好好找他算账。童双，再快一些。好嘞，大哥。战！这么大的树林，竟然连声鸟叫都没有。是啊。不好，看住黄无常。是。这。不好，有埋伏。这人有毒。师妹，你不能待在这里。黄无常和你回京城的消息，神不营肯定已经得知了。若你不回神不营，方天正肯定会怀疑的。有他们几个在这照顾我，你放心。你继续在这待着，方天正若怀疑，事情会变得更加麻烦的。童双，你去打听一下老臭虫最近有没有出现。这是眼下最要紧的事。好，我这就去。风仵作，你的伤……放心吧，我没事，我会尽快调配一些药，让大哥好受一些。能拖多久是多久。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萧大哥的。嗯。钟雪曼，我原本以为你出息了。能给神捕营立下大功，神捕营也好就此翻身。结果现在怎么着？大费周章抓来的要犯，被诸葛孔云那个小狐狸半路上给劫去了。你如果能够早一点传消息给我，我是不是就可以去刑部周旋，弄纸宫门，并不费事儿啊？首座，是属下疏忽了。好好一张翻身的牌，就这么落到暗真营手里了。黄无常事关叶煞。他身上还有很多秘密没有问出来，首座，我们能不能面见圣上，将他从暗真营手中要回来？面见圣上，以什么为理由啊？黄无常是我们神捕营抓的，叶煞萧北明还是我们神捕营出的呢。不管萧北明是不是叶煞，只要我们能得到黄无常，撬开他的嘴，破了叶煞案，对咱们神捕营有利无弊。
首座，夜杀案事关沈捕营的清誉，您别再犹豫了。我与此人交过手，他就是个疯子，审讯一定不容易。万一他死在暗真营手中，夜杀案便再无线索了。说什么呀？说过多少次了，在这地方不要叫叔。哦，刚得到消息，魏州要犯在押往回京的途中，被人劫走了。你是儿子无能，没能看出要犯。明日陛下召见，该如何向陛下禀明？如果陛下震怒，怕你我的死期就要到了。是我失职，我承担所有罪责。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赶紧想个对策。你来找我干什么？是想在我临死之前看我笑话，还是突然良心发现要跟我道个别？道别？别说你不知道，我和父亲在陛下面前立过军令状，限期破获夜杀案。如今案子未破，黄无常还被劫走了。明日陛下召见我和父亲，他就是我们的死期了。你到底找我干什么？能够救你们父子俩的，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抓回黄无常。我可以帮你，但是你要把黄无常劫走的所有细节告诉我，否则我想帮也帮不了你。就算我告诉你黄无常被劫走的内情，短时间内也无法抓到他。说不说都是一样的。那可不一定。你知道些什么？黄无常能在你暗真营层层保护之下被劫走，而你们暗真营的人却毫发无伤，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用毒。确实有人下毒，你还知道什么？黄无常是如何被劫走的？具体情况不明，但是押送黄无常的人至少有10几个，个个都是暗真营的高手，还有诸葛孔云坐镇，怎么能在不伤一人的前提之下把人劫走？除非是老臭虫，师妹，但这件事你还要去跟诸葛孔云验证一下。可是老臭虫见过你，如果让诸葛孔云得知这个消息，在我们之前找到他，那你的伤就没法治了，还会暴露你的行踪。眼下当务之急是找到黄无常，光靠我们的力量还不够，还得借助暗真营的力量。既要借诸葛孔云的力量抓到老臭虫，又要在被发现之前劫走他，这太冒险了。事已至此，没有别的办法了。此人能够悄无声息毒倒你诸葛孔云的暗真营，劫囚之人必定是个用毒高手。我恰好就知道这样一个人，而且他是夜煞的人。是谁？独绝谷，老臭虫。老臭虫。有人把毒气融入到空气当中，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可老臭虫是怎么知道的？押解路线肯定是绝密的。没错，我怀疑暗真营内部是有奸细的在查，但我现在毫无头绪。一定会有破绽出现，我会继续查下去。我既然能抓住黄无常1次，就一定能抓住他第2次。小二，结账。
钟人曼，怎么了？大哥不见了。怎么回事？童双跟风仵作去查老臭虫的线索，我去给萧大哥准备餐食，结果就晕倒了。我查过了，他是被迷晕的。对不起，是我没看好。没事，不是你的错。让我知道是谁干的，我非扒了他的皮。会不会是诸葛孔云干的？我刚刚一直跟他在一起，他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必要。那谁干的？这可能是老臭虫。师兄猜测黄无常是被人用毒劫走的，我刚找诸葛孔云验证过了，他确实是被毒晕的。老臭虫又是从定风阁逃走的，思来想去，他的嫌疑最大。你醒了？老臭虫不是去找解毒的方法了吗？他抓大哥干嘛呀？老臭虫的话不可信，就算他不傻，黄无常也是个疯子。万一他想报复我们……别着急，如果他们想要萧大哥的命，大可以在这儿动手。雪曼，你能不能去一趟神捕营或者安贞营求援，让他们多派一些人手帮忙？安贞营已经在找老臭虫了。那太好了，人越多，找到的可能性越大。不对，老臭虫要是抓了大哥，安贞营找到老臭虫，那大哥不就暴露了吗？时间来不及了，就算他没有暴露，萧大哥的身体也扛不住那么久。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在安贞营之前找到老臭虫，救出萧大哥，然后再想办法逼老臭虫给萧大哥解毒。雪曼，你现在是我们的主心骨，你不能轻易放弃，我们得接着想办法。夜煞一案到底办得怎么样了？你们父子二人是怎么许诺于朕的？说吧，打算怎么办？是臣失职，未能如期侦破夜煞案，辜负了陛下的信任，臣罪该万死。你别说话，诸葛孔云，我听你说。要犯黄无常从微臣手上逃走，臣罪该万死。朕要的不是请死，要是回你安贞营死去。朕要的是破案，是夜煞，是真相。陛下，臣已经查到黄无常被劫走的线索，与独绝谷一个名叫老臭虫的江湖游医有关，且此人和夜煞也有关联。陛下，请再给臣3日时间，3日之内，臣定将老臭虫和黄无常抓获。如若办不到，力斩不赦。你被点了穴道，别挣扎了。你要给我解毒，也没必要大费周章的把我绑到这里。谁说把你绑到这儿是为了给你解毒啊？难道我不能杀了你啊？看来前辈那天跟风清楚说了很多谎话。是夜煞让你这么干的。你还知道些什么呀？能在安贞营手下劫走黄无常，且不伤安贞营任何一人，必然是用毒。而且普天之下，能够将毒用得出神入化的，非前辈莫属。您之前跟风清浊说，您与夜煞只是雇主关系，没有别的瓜葛。可你不惜冒着暴露的风险，还要劫走黄无常，说明你与夜煞的关系绝非寻常。继续。黄无常只是个不懂药理的疯子，赤经这么重要，夜煞怎么可能会把赤经交给一个疯子来保管？我猜，黄无常只是个执行者，而你才是整个黄天组织的幕后谋划者。可阴阳册对前辈来说又实在太过重要，为了阴阳册，你不惜泄露赤经的线索，导致黄无常在威州被我们抓获。夜煞知晓后，必定迁怒于你。到时候恐怕前辈性命难保，为了将功补过，你才劫走黄无常。不愧是萧北冥啊！你一直都是夜煞的手下，他到底让你做什么？
你都要死了，知道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前辈为刀俎，我为鱼肉，确实没意义。但有一条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定风阁时你就可以取我性命，何必大费周章地把我绑来这里？莫非我对前辈还有别的用途？杀你是一定的，但死之前，我确实还有别的事要做。什么意思？看来你对我老臭臭还是不够了解呀。老夫行走江湖讲的就是道义二字，既然答应了给你解毒，那就要说到做到。最重要的是，你中的毒啊，是我师兄无双那个老东西调制出来的。如果我给你解不了，那不就是告诉天下人老子输给他了吗？所以无论如何，老子都得给你解毒。有道理。你刚刚说的没错，你们毁了皇天，拿走了赤金，叶煞确实迁怒于我，救走了黄无常还远远不够，我还得拿你的命来抵我的命呢。明白了。先救我，再杀我，既保住了道义，也不毁名声；既不得罪叶煞，也保住了性命。它是个两全的法子。那前辈，你想好了解毒之法吗？倒是有些门路了，不过当时在你们那儿，老夫的手段没办法完全施展，怕你的那些同伙看见，会跟我拼命啊！你还要绑其他人？嘿嘿嘿。你是申不赢的姐姐吗？有个东西给你。这个布条是哪儿来的？你告诉姐姐，这个布条是谁给你的？是一个长头发的爷爷带着一个生病的哥哥，他把这个东西给我，让我去找一个穿捕快衣服的姐姐。这个哥哥现在人在哪儿？带姐姐去好不好？好。来。就在那里。你确定就在这里吗？对。拿去，买糖葫芦吃。谢谢姐姐。快去。师兄。上次你打晕我，这次我打晕你，一棍还一棍，公平得很呐。你要干什么？我在为你的情郎解毒，你不谢谢我呀？师兄，师妹，你要做什么？冲我来！你放了他！老叔叔，老叔，前辈，你放了他！老臭臭，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对我师兄做什么，我一定会杀了你！你冲我来，他是无辜的，你只要放了他，我绝对不会逃。我说过了。哎呀，行了行了，二位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啊！又让我放了你，又让我放了他，绑人的是我呀，我还得听你们的。少废话，你们俩谁都跑不了。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到底用什么方法给你解毒吗？你师妹就是你的解药。
说过吧？就是用你师妹干净的血换掉你身上的毒血。我能不能赢那个老家伙，就靠你师妹了。别想要舍自尽的事，我说得很清楚。你的毒解了，你才能死。别想破坏我的计划。你到底想要干什么？真是一对苦命鸳鸯啊！可没关系，你们俩今天谁都活不了，黄泉路上也不算孤单了。慢着！你又要干什么呀？你得稍等会儿，一个一个来，别着急。你想用换血术解毒？你以为这样就能赢得了你师兄吗？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把我的血换给我师兄，那我师兄还是我师兄吗？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他的毒血是没了，可是毒却没有解，你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等到下面见了无双老人，他也只会笑你，笑你没有本事，只会耍阴招。你胡说八道！只要小北冥还活着，你管我用什么方式？那你就换血吧，换了之后，你就再也赢不了你师兄了。不可能！我不可能！我不可能赢不了那个老家伙！我一定能赢了他！我一定会赢了那个老家伙！小大哥找不到了，钟捕快也不见了。别喊了！你是谁？我让你别喊了，你听到没有啊？你是谁？我不童双，站住！站好！你这是干什么？有人看到钟捕快跟这个小孩一起去了西郊。我再问你一遍，那个姐姐呢？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再狡辩！童双，你吓到他了。小孩，我问你，你有没有看到过个姐姐？她时常挂着小金锤。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哥哥，好不好？你告诉哥哥，你有没有见到过她？你告诉哥哥，你说话呀！好了，我都问了3遍。别害怕，我们不搭理他。你告诉姐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石头。石头真乖。石头是不是饿了？嗯。你等着，姐姐给你编好吃的。老板。哎。给。多谢。拿着吧，吃吧。多亏了这丫头，让我想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试过的办法。只不过这办法呀有些冒险。对你来说呢，九死一生啊。不过我想明白了，就算解毒失败，你死了也没关系，我会把你身体里的毒转移给你师妹，继续想办法解。总之，我绝不会认输。既然前辈认为我必死，不如让我死得明白些。可以，毕竟是你给了我赢那个老东西的机会啊。为了报答你，我可以回答你3个问题。叶煞是谁？你不要问是谁，他从不以真面目示人。叶煞找你的目的是什么？炼药啊，炼制赤金需要药石、尸油和人血，所以我才让黄无常他们去找。至于那群疯子想怎么做，与我无关，我也不在意。炼药的目的是什么？前辈，你答应了我3个问题，你不可以言而无信。好，那我就告诉你，我要炼制一种绝顶神药。之前霍宗耀和楚广煞他们吃的，不过是这种神药的半成品，就已经足够他们一命呜呼了。如果这种神药炼成，世道将变，大气将覆，而我将会是全天下所有巫师和医师都要仰望的存在。好了，
完了，我们可以开始了。你的阵法，小白狼给我用过，不管用。不要拿我和那个废物相比，我用的阵法是他师傅那个老东西都不敢用的。那前辈要用什么阵法？金针改脉。改脉？没错，你身上的毒流转在你的七经八脉之中，我要用金针把你的经脉分离一部分，变成肺脉，再把毒逼到肺脉之中。这样毒虽然还在你的体内，但是你可以依靠别的经脉存活下去。一旦改脉成功，你不仅能恢复内力，那毒对你的身体也就不起任何作用了。不起作用的东西，那还叫毒吗？我就算赢了那个老家伙，高招？当然是高招了。这可是我和他师傅那个老东西研究出来的，只是要把身体里的经脉分开，锥心刺骨，比凌迟好受不了多少。我曾给很多人试过，但是没一个人能撑得下来，九死一生并不贴切，应该是十死无生。十死无生，你还试什么？万一这小子命大呢，我还得试一下呢。你还是用我换血吧，我刚才胡说八道的，用我来换血，用我的血，用我的血，你用我的血。真聒噪！老臭虫也太阴险了，拿小孩耍诈，真不是东西。救人！童双，你别冲动。这样，你先回去，等我下来。一定要小心啊！萧大哥，案子还没定论，不会这么快给雪曼定罪的。而且她是中捕王的女儿，又是神捕营的人，也不至于给她上刑的。我要去趟夜叉庙。大哥，你的身体现在当务之急是要静心休养，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不要再操心了。如果人不是师妹杀的，现场一定有证据。昨夜我们进来的时候，只有钟捕快和老臭虫的尸体。师妹当时在哪儿？钟捕快的位置在这儿，老臭虫的尸体在这儿，两者相距8尺有余。你说老臭虫被烧焦了？确实，我们来的时候人已经面目全非了。师妹无论是用火直接烧死老臭虫，还是杀人之后毁尸灭迹，现场都应该有火油的痕迹才对。确实没有火油的痕迹，但安阵营的人推测，火油很可能被钟捕快收拾过了，只是收拾完了还未来得及逃跑，就被抓了个现行。老臭虫生前和师妹打斗过。有没有闻到一种奇怪的味道？好熟悉啊！哎，别闻，这是毒酒谷的七星散。七星散，闻了之后几息之内便会晕倒。看来钟捕快被老臭虫迷晕是事实。如果按疯子所说，钟捕快中毒以后很快就晕倒了，那根本就不可能杀人，更不可能把尸体烧了，这不就是证据吗？不，他们完全可以说这个毒是师妹给老臭虫下的。我有一点想不明白，杀人的手法有很多，为什么非得用火烧呢？冯英卓，冯英卓，闻闻。奇怪，被烧焦的草应该有一种糊味，放在尸体旁应该有一种腐臭味，可这上面只有甜腻的味道，这味道是从何而来？
还是得验尸。可老臭虫的尸体被安正营带走了，怕什么？我们直接杀进安正营验验呗。你才是疯子！那安正营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我有一个计划，童少。你要的东西。谢了。还有个事儿，今晚谁值守？幸好了，虽然身子还有些虚弱，但脉象逐渐稳定。没想到老臭虫真的救了你。这老臭虫当真是个神人。老臭虫虽然是个毒痴，但他的医术啊，除了我那故去的师傅，也就只有他了。这人还真是复杂，正与恶只在一念之间。大哥，老臭虫的尸体在甲16号了，这地图上都画好了。晚上值守的人呢？安正营值守的人分为2波，今天晚上值守的一个叫董良，一个叫王老，他们会在天黑之前去到安正营。时间差不多了，走。大哥，这次就让我和疯子去吧。不行，大哥，以前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但这次必须听我的。你好不容易从鬼门关跑出来，我们不能再让你出事了。封印轴刚给我把脉了，都已经解了，内力也在恢复，我没事的。就因为你渡劫了，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你的身体，更不能让你去了。钟捕快现在还在牢里面，安正营有诸葛娘娘，她有多难对付，你又不是不知道。万一这一次行动失败了，你被抓了，我们就全军覆没了。可是，哎，别可是了，好不容易莽夫说了一次人话，用了一次人脑。我赞同啊！我也赞同。肖大哥，你留在这儿等消息吧。万一我们被人发现了，有你在，就都还有转机。放心吧，大哥，相信我们，相信我们吧，大哥。行吧，冯金卓，去的时候万事小心，一定要谨慎。童双，一定不能冲动，记住，凡事都听霍小姐的。放心。你来审我？怎么，怕我对你动刑啊？你可以试试，我也想见识一下诸葛公子的手段。你知道的，我这个人最讨厌喊打喊杀了。只有那些没脑子的笨蛋才会用上刑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陛下给了你们父子俩3日之期，老臭虫已死，你们现在唯一翻身的底牌就是我。你不对我用点手段，你又如何翻身？郑雪曼，我发现你是越来越聪明了。不必夸我，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行。案发现场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有第3个人出现。所以，不管老臭虫是不是你杀的，你都是最大的嫌疑人。这案子影响很大，不会拖很久。一旦定罪，你身为捕快，故意杀害要犯，必死无疑。那你还在我这儿浪费时间干嘛？你直接给我定罪啊！罪肯定是要定的，不过要定什么样的罪，决定在你，而不在我。什么意思？老臭虫既是要犯，也是恶徒，死不足惜。只要你签了这认罪书，我便可以上报刑部，说你是抓捕途中出于自卫过误杀人，你便会从轻处置。你们暗侦营就是这么办案的？特事特办，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费这么多心思。最起码我给你留条命。难道我还要谢谢你吗？
记在心里就行，安上手印，保你一命。你，黑是黑，白是白，没有做过的事我不会认。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能不能明智一点？身为捕快，罔顾黑白的事我不会做；身为个人，明哲保身的事我也不会做。不过说来可笑，我最近才与人讨论过你。讨论我什么？曾经大旗齐鸣的2位神捕，都曾毫无底线，利用受害人吸引凶手。如此手段，就算案子破了，有何意义？我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你不止一点没变，你还变得更加龌龊，甚至连真相都不在乎了。是我认识的钟雪门，你才是一点都没变。你要是没有别的事，离开，我不想再见到你。钟雪门，这是你自己选的，别怪我。咱晚上还得守夜，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别抱怨了，等神不营的女人招了供，认了罪，咱们就解脱了啊，对不对？说得对，走吧走吧。走吧。谁呀？你认错人了吧？差不多了，得抓紧，不然他俩醒来就麻烦了。给，醒了就让疯子再给他们下点药。童双，进了安贞营之后，你一定不要说话。为何？反正你只要不说话，就一定不会露馅。记住没有？记住了。今天呢，我一定当冬天的知了。什么意思啊？一声不吭。我在这儿等着。万一有什么问题，我想办法给你们消息。好。走。疯子，咱们不会被发现吧？别说话。很是熟悉，有一丝甜腻，很像油脂混合了香料燃烧的香气。不管了，先带回去研究研究再说。公子，你回来了。怎么没有看守的人？对呀，今晚应该是董良和王朗值守，他2人呢？
去外面看看发生什么了。是。公子，有个醉鬼在门口闹事。如此闹腾，赶走便是。那个醉鬼身份不一般，要不公子还是去看看吧。已经是我们最后一瓶酒了，我们真的没酒了。我可是霍家子的女儿，没有几个胆子。您这是干什么呀？我要见诸葛孔云。都干什么呢？霍小姐，诸葛孔云，我要见钟雪曼。霍小姐，你是喝多了吧？我没喝多，我说我要见钟雪曼。钟雪曼是嫌犯，岂能是说见就见的？他是冤枉的，你们凭什么关他？冤不冤枉也不是你说了算的。你把我暗针营当什么地方了？你要是再不离开，别怪我不给你们霍家面子。好啊，有本事揍我一下试试。我，你们两个跑哪去了？诸葛孔云，我说了，我要见钟雪曼。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他送走！你别碰我！别碰我！我下次再找你算账。公子，我看还是先给你去拿衣服和鞋子。公子，我把衣服和鞋子拿去洗。公子，你们两个不是去送人了吗？怎么回事？送人？啊，白天我们被歹徒袭击晕了过去，醒来在一间民房里，衣服和令牌全被抢走了。对，我们心想一定是出事了，就急忙回来跟公子汇报。那刚刚那两个人是？还好霍小姐机智啊，要不然咱俩就栽了。哎，这跟我可没关系啊，我很听霍姐姐的话的，我一句话没讲，全是用手语。夜视如何？哦，你看，这是什么？不知道，是在老臭虫的尸体上发现的。这个气味和那天咱们在夜叉庙发现的那些杂草气味极其相似。他的尸体确实有些古怪。云儿，老臭虫死了，只剩下最后2天了，我们拿什么跟陛下交代呀？要想保住我们2个人的人头，还有暗针营的前途，眼下只有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钟雪曼。可这个案子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查明。那就有劳父亲想想办法，在2天之内，把所有罪名都安到钟雪曼身上。我们已经在3日之内找到了老臭虫，可老臭虫被钟雪曼杀了，怪也怪不到我们头上。只要钟雪曼被定罪，我们对陛下就有了交代。明日一早通知审部营，2营会审钟雪曼。钟雪曼，事情的前因后果本座已经查清，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杀了老臭虫。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杀人。
没有杀人需要证据。你有证据可以自证清白吗？我没有。既然没有自证清白的证据，那就秉公办案。钟雪曼身为捕快，知法犯法，动用私刑将要犯残忍杀害，极其恶劣，当判死刑。啊，钟雪曼罪不至死吧？对呀，这事也没那么严重。是啊，钟雪曼杀人动机不足，如此定罪，操之过急了吧？钟雪曼的脾气秉性我们都知道，老臭虫和叶煞有关，叶煞是钟雪曼的杀父仇人，动用私刑完全可能，这就是杀人动机。不仅如此，据我了解，叶煞案至今未能查清，也与钟雪曼脱不了干系。朱国通，你不觉得自己在胡说八道吗？叶煞案查到今天，冯尸案、霍宗耀案、楚广煞案、黄天案都与叶煞有关，或者说是叶煞的手下所为。可是凶手呢？肖北明下落不明，黄无常被劫走了，其他能抓的人犯畏罪自杀了。哼，那么这些案子都是谁查的？你明知故问，当然是钟捕快啊。你还知道是钟捕快呀？冯尸案，肖北民就在钟雪曼的面前跳崖脱逃，再次出现毒杀了沈弼沈大人，然后下落不明。霍宗耀案，霍府的丫鬟是肖北明的手下，当着钟雪曼这样一个大高手，他居然可以夺刀自尽。黄无常是被劫走的，可是他交给我们暗针营之前，一直都由钟雪曼押送，他完全有可能暗中跟着我们，伺机而动。我们查到了老臭虫，老臭虫居然也死在了他的面前，这一桩桩一件件，难道都是巧合？本座有理由怀疑钟雪曼一直帮助叶煞肖北明犯案，毕竟肖北明曾经是钟雪曼青梅竹马的夫君。诸葛通，本座认为钟雪曼刻意阻挠叶煞案，行凶杀人，罪无可赦。诸葛通啊，你说的话毫无根据，并且在血口喷人。你用如此牵强的理由，急于要给钟捕快定罪，怕是有私心吧？方首座，不要污蔑本座。钟雪曼是你们神捕营的人，你罔顾律法，在大堂上如此包庇，到底是谁有私心啊？即便钟雪曼有罪，此案特殊，钟雪曼身份特殊，是不是应该把她收监，逐层上报，等到陛下核准，再依法定罪呢？没有这个必要吧？你什么意思？既然已经定罪结案，那就没有必要收监。现在离午时还有2个时辰，午时一到，将人犯当街问斩就好了。诸葛通，你是不是疯了？你有什么问题吗？依照大齐的律法，就算此案已经定案，人犯是死罪，也应该3次复奏，等待陛下勾决，才能最终定下行刑之期。你不觉得你很荒唐吗？荒唐吗？陛下特许，叶煞案由暗针营特事特办，凡与叶煞案相关人员不需朝审，会审定罪后，可先斩后奏。黄首座，你可有异议啊？诸葛首座都是如此断案的，我神捕营和暗针营这等货色器皿，简直就是耻辱！
53刻，将人犯钟雪漫当街问斩，必决风轻。不是，夏大哥，想出来没？案发现场确实没有第3个人出现。钟捕快不可能杀人，出大事了！大哥，出什么事了？安正英审完钟捕快了，要53刻当街斩首。说，首座，说。应该在书房，还走。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有心情画这个呀？首座，这案子还没查清楚呢，怎么就能问罪定斩了？朱可通这个老东西，这不就是草菅人命吗？而且这哪是针对师妹啊，这不是欺负咱们沈捕营了吗？朱可通手上有御赐铁券，你们要我怎么样？扛命吗？那也不能由着他这么欺负咱们沈捕营啊！这要是传出去，以后咱们怎么上街啊？都是笑话。已无回旋余地，事已至此，难道要我带着营里的兄弟们，拿着刀，劫法场去啊？方连长，你别忘了，钟雪漫是咱们从小看到大的孩子。叔，你就别画了，你真糊涂了吗你？混账！你这么跟我说话吗？我方颖一直没什么出息，钟雪漫也一直看不起我。可咱们这是沈捕营啊，我们是捕快啊。平时我们受人欺负，被人笑话，我们可以一直怂着忍着，但到这个时候了，我们还要一直忍着怂着吗？就算被冤枉的不是钟雪漫，那也是条人命啊！首座。杀人？钟捕快怎么会杀人啊？那谁说的准呢？他师兄就是通缉犯，他杀个人有什么奇怪的？钟捕快绝对不会杀人，他是好人，他一定是被冤枉的。沈捕营早就烂透了，不知道还有多少恶人没抓住呢。再敢说一句，我撕烂你的嘴！你敢打我，臭婆娘！我，大哥，疼，滚！滚！我滚！你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去救钟捕快。就算是要豁出命，我们要把他救出来。你们这样救不了他，只会白白送死。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斩吧？走，眼下能够救他的，就只有一人。若那
完结。夫人，就不必再多言。人间半生热烈，不问明天。夫人，你放心，大夫已经在路上了。扶我起来。我回首，莫窥见。踏破天光何惧？怎么样？夫君，我身子骨不争气，以后慢慢跟北冥就要靠你一个人来照顾。北冥，师娘就把师妹交给你了，以后要保护好师妹，不能让她被坏人欺负。为所求的缘，纵然生死逆劫，为宿命的缘，为情景的念，同饮着离别，自传你心中。万一我有闪失，有你陪在他身边，为师也就放心了。北冥，这不是师命，是师父作为一个父亲对你的请求。看谁呀？你知道吗？看的是神不赢的钟雪曼。不用这么看着我，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无耻小人！首座，时辰差不多了。醒醒！方首座，你带着神不赢的人来干什么？劫法场吗？诸葛通，我劝你做人不要太卑鄙，更不要不给自己留后路。钟雪曼一案疑点重重，你却不公不法，悖逆不轨，你的行径简直禽兽不如。我已经上奏陛下，定会治你之罪。陛下可有回信？你要陛下治我的罪，无妨。行刑完毕之后，我自负手脚陪着你到陛下面前受审。不过，这钟雪曼的人头我会一并带上。醒醒！你敢！方天正，你想造反吗？我是要维护大齐律法之公正。醒醒！你们抓错人了。
天下，相守共拜了须发。流萤缠绕枝桠，心世人交杂，未见命运何时偏差。好似万叶丛中偏爱清雅，层叠的水花，骤然记起，盼君可否为我解答？若我张扬，若我柔腰般荒唐，可待我如初？若我沉默不痛，与初见那样，还愿与我同归吗？若你我共赴年华，愿从此就执手，便不再放下。诸葛首座，许久不见。你终于露面了，来人，把他给我拿下！是。起门。你在干什么？想必诸葛首座应该知道这是何物。若是半个时辰以内我没有服下解药，便会当场暴毙而亡。我萧北冥现身刑场，就是为了解救钟雪漫。若诸葛首座执意要行刑，一旦我死了，关于夜煞的一切，诸葛首座便无从知晓。夜煞一案，关乎整个大齐的安危，其中利弊，诸葛首座，您自行抉择。萧北冥，只要你束手就擒，我可以停止对钟雪漫的行刑，他的案子可以再审再断。这么多人看着，我绝不食言。来人，将萧北冥拿下，押入暗阵营大牢。可怜可曾相信永远，跳得也甘心，可带来变茫茫然，所爱无言。